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贪恋之下》故事解说。南城大学在校生林之夏，3年来一直贴身照料患有重度心脏病的姐姐林之秋。为方便照顾病重姐姐，他长期寄居在姐夫周强家中。可这份寄人篱下的陪伴，却成了他无尽噩梦的开端。品行卑劣的周强对年轻单纯的林之夏心生龌龊邪念，日复一日的刻意靠近与猥琐骚扰，让林之夏终日活在压抑与恐惧之中，彻底失去了正常的生活安宁。这天，周强再次肆无忌惮地对林之夏动手动脚，林之夏奋力反抗，厉声呵斥，可周强毫无愧疚之心，反倒倒打一耙，理直气壮地指责林之夏在自家白吃白住3年。他借口林之秋病重无力顾家，强行要求林之夏迁就顺从自己。遭到林之夏的坚决拒绝后，他瞬间翻脸嘲讽对方故作清纯，甚至恶毒放话，只需等到林之秋病逝，他便强行迎娶无依无靠的林之夏，笃定他届时只能任由自己拿捏。无休止的骚扰、威胁与逼迫，让林之夏对周强厌恶至极，心生忌惮。他暗暗立誓，宁可终身不嫁，也绝不委身于品行败坏的周强。为彻底逃离周家令人窒息的环境，斩断周强的所有龌龊念想，林之夏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：火速相亲结婚，尽快搬离周家，彻底摆脱这场无解的纠缠。他迅速联系相亲机构，不看家境，不辨人品，不图条件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快成婚，只求一处安稳的容身之地。按照相亲约定，他准时赴约，等候那位以窗边百合花为标识的相亲对象。落座之后，林之夏坦荡直白地自我介绍，坦言自己22岁，是在校大学生，品行端正，无不良嗜好。开门见山说明自己急需结婚的诉求，态度纯粹坦荡，没有半分攀附讨好的心思。他的相亲对象正是上京顶级权贵沈氏集团掌舵人沈燕慈。沈燕慈常年被家族长辈催婚，早已厌倦了圈子内趋炎附势、刻意攀附的相亲者。此次赴约途中车辆意外爆胎，本以为又是一场刻意安排的应酬，却唯独被林之夏干净直白、不卑不亢的模样深深吸引。两人意外契合，都急需一场婚姻了结家人的催婚执念。沈燕慈当即提出闪婚领证，林之夏毫不犹豫应允。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拍即合，即刻动身前往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。结婚照拍摄全程，两人形同陌路，毫无互动，只是机械配合工作人员完成流程。一场仓促又荒诞的闪婚，让两个毫无交集的陌生人成为了合法名义上的夫妻。领证结束后，分寸感极强的林之夏以返校提交作业为由礼貌道别，转身离开。这般干脆利落、毫无留恋的模样，让见惯了刻意讨好、刻意逢迎的沈燕慈心底悄然生出了别样的情愫。南城大学连续3年向沈燕慈发出金融公开课邀约，往年他向来果断推辞，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应允。唯一的缘由便是他的新婚妻子林之夏正在该校就读。公开课开办当日，全校高度重视，精心筛选各班尖子生参与听课。全员满心期待这位手握庞大商业帝国，连哈佛名校讲座都能婉拒的顶级大佬莅临授课。沈燕慈的专属豪车驶入校园，瞬间引来全校师生围观簇拥，热烈欢呼。当林之夏看清眼前身份显赫的授课人时，满心震惊，万万没想到自己仓促相亲、闪婚绑定的丈夫，竟是这般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顶尖人物。现场所有人争相上前攀附讨好，主动示好，唯有林之夏局促不安。深知两人身份云泥之别，他下意识想要隐藏两人的婚姻关系，刻意与沈燕慈保持距离。沈燕慈敏锐捕捉到他刻意回避、假装不熟的举动，心底暗自疑惑。正式开课之后，素来高冷寡言、从不与任何人私下互动的沈燕慈，突然宣布将在现场挑选唯一1名学生上台配合课程演示。在全场学生踊跃举手、争相争抢名额时，他径直点名了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林之夏。突如其来的专属殊荣，让全场瞬间寂静。所有人满心疑惑，不解平凡普通的林之夏为何能独享顶级大佬的特殊青睐。林之夏只能硬着头皮上台，面对黑板上的专业金融难题，他瞬间慌乱失神，大脑空白，无从下手。台下瞬间响起细碎的嘲讽声，一众同学纷纷觉得他德不配位，图占名额，丢人现眼。就在林之夏陷入窘迫难堪、无地自容之际，沈燕慈主动俯身靠近，轻声给出解题提示，贴心为他解围。这一破格又温柔的举动再次震惊全场。众人皆知沈燕慈疏离寡淡，不近女色，却唯独对林之夏格外偏爱特殊。而沈燕慈看着局促慌乱的小姑娘，只觉格外鲜活可爱。公开课结束后，同学们纷纷围堵林之夏，追问他被沈燕慈特殊关照的缘由。林之夏只能慌忙掩饰，
谎称只是自己答题失误。老师出于授课需求正常提点，随后匆匆逃离人群，引得一众同学满心羡慕。风波尚未平息，一通紧急电话突然打破平静。噩耗传来，林之夏的姐姐林之秋心脏病突发急剧恶化，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林之夏心急如焚赶往医院，守在昏迷不醒的姐姐病床前，满心焦灼担忧。可让他无比心寒的是，姐夫周强依旧不知收敛，恶性不改，趁着林之秋昏迷不醒，肆无忌惮的骚扰轻薄他。周强嚣张地告知林之夏，医生已经判定林之秋仅剩1年生存期，等姐姐离世，无依无靠的他只能依附自己存活。他以此为筹码，肆意要挟，逼迫林之夏顺从自己，否则便拒绝承担林之秋所有的住院治疗费用。即便林之夏厉声警告他在越界就立刻报警维权，偏执蛮横的周强依旧步步紧逼，不肯罢休。两人拉扯纠缠之间，昏迷的林之秋突然苏醒，剧烈咳嗽不止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医生紧急叮嘱家属，林之秋已是心脏病晚期，身体极度虚弱，绝对不能承受任何情绪刺激，必须静心休养。苏醒后的林之秋虚弱无力，紧紧攥住妹妹的手倾诉，满心牵挂。父母早逝，他是林之夏唯一的亲人。如今自己病重垂危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尚且年幼的妹妹。他郑重嘱托周强，待自己离世后，一定要好好照料守护林之夏。周强当着病重妻子的面，假意诚恳许诺，会一辈子守护照顾林之夏，绝不辜负托付。虚弱的林之秋信以为真，稍稍安心。一旁的林之夏心如明镜，深知周强龌龊卑劣的本性，却不敢当众揭穿真相，唯恐刺激到本就病危的姐姐，加重她的病情。这一刻，林之夏逃离周家的决心愈发坚定，当晚便决定返回周家收拾行李，彻底脱离这个压抑危险的牢笼。深夜，林之夏悄悄返回周家收拾行李，周母突然现身，直接拦住他的去路。得知儿媳林之秋病重，周母没有半分同情怜悯，反而满心计较个人得失，抱怨当初迎娶儿媳花费的20万彩礼打了水漂，如今儿媳病重无法延续香火，自己还要重新为儿子张罗婚事。他蛮横无理地逼迫林之夏替姐姐偿还20万彩礼，甚至提出荒唐至极的要求，让林之夏等姐姐病逝后顶替姐姐嫁给周强。林之夏又惊又怒，当场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，直言周强是自己的姐夫，两人绝无可能。可周母蛮不讲理，搬出老旧世俗观念强行诡辩，肆意贬低无父无母的林之夏，声称周家愿意收留他是他的福气。他放下狠话，林之夏要么嫁入周家顶替姐姐，要么永远不许再踏入周家大门。周强也顺势施压，笃定走投无路的林之夏最终一定会低头妥协。不愿屈服妥协的林之夏，连夜冒着滂沱暴雨，彻底逃离了周家。深夜的街头暴雨倾盆，湿冷漆黑，孤身一人的林之夏满心迷茫无助。他不敢返回学校，也不敢投奔朋友，生怕被偏执难缠的周强找到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鼓起全部勇气，来到恢弘气派的沈氏集团楼下，想要求助。可看着高耸入云的写字楼，想到两人悬殊的身份地位，以及这段仓促又陌生的契约婚姻，他瞬间心生怯懦，迟迟不敢上前，只能默默伫立在雨中。就在他准备落寞离开之际，意外与沈燕慈迎面相遇。助理见状，正要上前阻拦陌生靠近的林之夏，被沈燕慈当即制止。他看着浑身被雨水浸透、狼狈不堪、满眼委屈的小姑娘，一眼看穿了她的窘迫处境，温柔开口询问她受了何种委屈。一路强忍泪水，咬牙硬撑的林之夏，在这份难得的温柔安抚下，瞬间破防，满心酸涩与委屈尽数涌上心头。沈燕慈早已看穿一切，直白点破他当初仓促闪婚，本就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。不等林之夏开口解释，沈燕慈直接将他横抱起身，不顾公司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，亲自驱车带他返回自己的私人豪华别墅。奢华精致的居所让林之夏满眼震惊。沈燕慈心思细腻，体贴入微，耐心指引他去浴室洗漱饱满，为他准备干净的衣物，还主动备好吹风机，全程温柔有度，举止得体，没有半分逾矩的心思。短暂的相处里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常年活在压抑与委屈中的林之夏，第一次感受到久违的安稳与暖意。洗漱完毕后，林之夏接到了姐姐的视频电话。为了不让病重的姐姐担忧，避免她受到情绪刺激，林之夏刻意遮掩自己的居住环境，谎称自己一切安好，住在学校宿舍。简单寒暄后，便匆匆挂断电话。他暗自宽慰自己，他与沈燕慈只是应付家族催婚的契约夫妻，本就是毫无交情的陌生人，自己的窘迫困境不该麻烦对方，于是默默将所有委屈藏在心底。与此同时，医院中的林之秋依旧满心牵挂妹妹，反复叮嘱守在身边的周强，
一定要悉心照看林之夏，护他周全。周强表面温顺应允，满口答应，内心却依旧盘算着如何拿捏，逼迫林之夏妥协。次日清晨，沈燕慈早早起身做好早餐，温柔呼唤林之夏用餐。看着眼前温柔细致、样样出众的男人，林之夏暗自心生感慨，却又因看到他涂抹药膏，莫名误会他感情经历丰富，心底悄然生出几分失落与疏离。沈燕慈敏锐察觉到他情绪低落，刻意疏远自己，满心疑惑却无从追问。用餐过后，林之夏收拾妥当返校上课，刚到校门便再次遭到周强的恶意刁难。此时的周强任职学校保安，手握一点职权便肆意妄为。他瞥见林之夏脖颈间的痕迹，当即当众造谣，污蔑他夜不归宿，私生活混乱不堪。他滥用职权封锁校门，死死拦住林之夏不许入校，甚至出言猥琐羞辱，逼迫他当众脱衣接受违禁品检查，言行嚣张，肆无忌惮。林之夏又怕又怒，厉声斥责他滥用职权，肆意霸凌，触犯法律，扬言立刻报警维权。就在两人僵持对峙，矛盾不断升级之际，沈燕慈发现林之夏昨夜遗落的手机，专程驱车返校为他送去。校门口的周强依旧不依不饶，当众拉扯林之夏，肆意撕扯他的衣物，肆无忌惮散播黄谣，抹黑他的清白名声，甚至怂恿围观学生拍照传播，一心想要彻底毁掉林之夏的人生。漫天流言蜚语将林之夏层层裹挟，羞愤难堪的他厉声警告围观众人，未经允许拍摄、传播他人影像，造谣诽谤属于违法行为，自己必将依法追责。可嚣张至极的周强依旧不知收敛，肆意羞辱。忍无可忍的林之夏抬手扇了他一巴掌，彻底激怒了心胸狭隘的周强。他当场暴怒，扬手就要向林之夏报复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沈燕慈的豪车抵达现场，强大的气场瞬间震慑全场，平息了所有混乱。学校校长及一众领导见状，连忙上前恭敬迎接沈燕慈。沈燕慈面色冰冷，气场凛冽，厉声质问校方：学校保安是否拥有当众羞辱、搜查学生的特权？校长瞬间慌乱，连忙百般辩解，极力为周强开脱。沈燕慈绝不姑息职权滥用与校园霸凌，当场下令开除周强。骤然失业的周强彻底慌了，跪地苦苦哀求，哭诉妻子林之秋重病在床，全靠自己这份保安薪资维系医药费。若是失业，妻子得知消息后病情定会急剧恶化。林之夏深知姐姐心脏脆弱，经不起任何情绪刺激，唯恐姐姐知晓此事，得知所有龌龊纠葛后承受不住，病情加重。为守护姐姐的身体健康，他最终心软，主动为周强求情，希望此事就此作罢，不再追究。沈燕慈尊重林之夏的选择，暂时按下处置，却早已暗中摸清所有隐情。围观人群散去后，沈燕慈单独留下林之夏，温柔耐心地开导他，追问他屡次被周强针对纠缠的真正缘由，并真诚告知他，往后无论遇到任何困境，都可以放心向自己求助，自己会为他摆平所有麻烦。就在林之夏准备卸下防备，全盘托出所有真相时，学校的苏教授突然上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校园内早已流言四起，苏教授是顶级豪门苏家的千金，与沈家门当户对，两家早有联姻传闻，是所有人公认天造地设的沈燕慈未婚妻。看着沈燕慈对林之夏独一无二的偏爱与维护，苏教授言语间满是讥讽，暗讽沈燕慈自降身价，纵容普通学生晋升。随后他以有私事商谈为由，刻意支开了林之夏。看着两人并肩交谈的般配画面，林之夏心底瞬间涌起浓烈的失落与不安。他误以为沈燕慈与苏教授早已情定终生，婚约属实，自己不过是他用来应付家族催婚的临时工具，一时间满心委屈，暗自神伤。独处之时，苏教授直面沈燕慈，直言外界的联姻传闻，追问他的真实心意，却被沈燕慈果断回绝。他态度坚决，毫不含糊，明确告知苏教授，自己早已合法领证结婚。得知沈燕慈的结婚对象竟是平凡普通的在校生林之夏，苏教授满脸震惊与不屑，当众嘲讽沈燕慈沉迷美色，自降身段，觉得林之夏根本配不上他。沈燕慈瞬间冷脸，厉声警告，严禁任何人诋毁、非议自己的妻子，否则必将付出惨痛代价，追责到底。被当众落面子的苏教授心生怨恨，将所有不满与怒火归咎于林之夏，认定是林之夏不择手段魅惑沈燕慈，打乱了自己的联姻计划。课堂之上，有同学偶然发现林之夏的水杯精致独特，认出是知名大师的绝版孤品，曾在拍卖会以200万的高价成交，世间仅有一对。众人对比后发现，这只水杯与沈燕慈的私用水杯完全一致，纷纷笃定林之夏与沈燕慈的关系绝不简单。
害怕两人婚姻关系被当众揭穿的林之夏，慌忙谎称水杯是网购的9块9高仿假货。可他的内心无比酸涩，结合此前沈燕慈与苏教授的婚约传闻，忍不住暗自揣测，另一只正品孤品水杯是否就在苏教授手中，彻底猜不透沈燕慈的真实心意。助理随后向沈燕慈如实汇报了课堂上的小插曲，告知他夫人收到贵重水杯后，刻意否认了物品的真实价值。沈燕慈清晰察觉到林之夏刻意疏离，不愿公开两人婚姻的态度，心底生出些许不悦，暗自疑惑自己是否让他觉得难以示人，不配公开。助理连忙劝慰，称林之夏年纪尚轻，还是在校学生，心思单纯，只是不愿公开私人生活，引来非议。沈燕慈无奈自嘲，觉得自己与年轻的妻子之间似乎有着难以跨越的代沟，随即直接推迟了手头所有重要工作会议。放学时分，沈燕慈亲自驾驶豪车在校门口等候林之夏，全校师生纷纷驻足围观，所有人都默认他是专程来接苏教授的，纷纷羡慕两人门当户对、神仙般配的姻缘，期待两人早日官宣成婚。可在众人的瞩目之下，沈燕慈径直走到普通学生林之夏面前，开口让他跟自己回家。全场瞬间哗然沸腾，所有人都无比震惊，不敢相信上京顶级掌权人竟然专程等候，亲自接送一名平平无奇的在校学生。突如其来的万众瞩目让林之夏手足无措，局促不安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他害怕引来更多流言蜚语与麻烦，坚决不肯上车。沈燕慈见状，低沉着声音放话，若是他执意不走，自己便当众抱他离开。无奈之下，林之夏只能妥协上车。为平息全场热议，掩盖两人的隐秘关系，苏教授连忙出面打圆场，谎称林之夏是因为竞赛成绩优异。身为奖学金捐赠人的沈燕慈才特意单独慰问，强行遮掩了婚姻真相。上车落座后，沈燕慈直接质问林之夏，为何始终刻意隐瞒，不愿公开两人的婚姻关系。林之夏满心委屈，没有正面回应，反倒直接开口询问他与苏教授的婚约传闻是否属实。两人交谈之际，偏执不死的周强突然冲出路边，直接拦停车辆。他看着坐在豪车里的林之夏，认定他是攀附权贵，抛弃自己，当众辱骂林之夏忘恩负义，不知廉耻，扬言绝不会轻易放过他。看着面目狰狞、疯狂叫嚣的周强，林之夏下意识浑身发抖，满心恐惧。沈燕慈敏锐捕捉到他的情绪波动，立刻吩咐司机驱车离开，避开纠缠不休的周强。车辆驶离后，沈燕慈温柔安抚林之夏的情绪，耐心追问他极度恐惧周强的真正根源。在温柔的包容与安抚下，林之夏彻底卸下所有防备，终于道出了多年隐忍的全部真相。他坦言自己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姐姐一手拉扯长大。姐姐病重后，他寄居周家贴身照料，却常年遭受姐夫周强的猥琐骚扰与恶意纠缠。这么久以来，他之所以一味隐忍，不敢反抗，不敢揭穿，全是因为姐姐心脏病危重，经不起半点情绪刺激，他只能独自咽下所有委屈，默默承受所有折磨。得知全部隐情的沈燕慈满心心疼与怜惜，当即安排助理彻查周强的所有底细与过往劣迹，下定决心彻底铲除这个持续伤害林之夏的隐患，往后护他周全，护他安稳。而被甩开的周强依旧贼心不死，偏执至极，暗自笃定林之夏只是一时新鲜攀附权贵，迟早会被沈燕慈抛弃。等他落魄无依、走投无路之时，终究会卑微回头求自己接纳。没过多久，不死心的周强再次找到林之夏肆意纠缠拉扯，这一幕恰好被苏教授撞见。周强恶人先告状，当场颠倒黑白，肆意污蔑林之夏在外被富豪包养，私生活败坏，给学校抹黑丢脸。本就记恨林之夏的苏教授立刻抓住机会借题发挥，武断判定林之夏道德败坏，当众宣布要开除他的学籍，还执意联系家属通知病重的林之秋到校处理退学事宜。林之夏瞬间慌了神，苦苦哀求苏教授手下留情，千万不要联系姐姐。他心知肚明，本就体弱病危的姐姐根本承受不住这般恶意抹黑与沉重打击，一旦得知消息，病情必定会急剧恶化。可苏教授铁了心要针对他，全然不顾他的哀求，当场拨通了林之秋的电话，刻意歪曲事实，恶意抹黑，谎称林之夏在外作风不端，私密照片传遍校园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勒令他立刻到校办理退学手续。本就心神虚弱、重病缠身的林之秋，听闻妹妹做出这般出格丑闻，瞬间心神大乱，备受打击，强撑着虚弱的病体，匆忙赶往学校。抵达学校后，他看着网传的照片，满脸难以置信，一遍遍焦灼地追问妹妹事情的真相。林之夏受制于隐秘的婚姻身份，不能说出闪婚的真相，
唯恐再次刺激到姐姐，只能沉默不语。他的沉默让本就失望的姐姐彻底心寒，误以为他默认了所有丑闻，心痛地质问他为何不自爱，辜负自己多年的悉心教导。一旁的周强暗自窃喜，不断煽风点火，笃定这一次林之夏必定被学校开除，彻底走投无路，落入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就在所有人都认定林之夏品行不端，无可辩驳之时，沈燕慈强势现身，打破所有流言与偏见。他当众坦然直言，网传照片中与林之夏同框的人正是自己。全场瞬间哗然，不等众人反应，他直接官宣身份，明确告知所有人，林之夏是他明媒正娶、合法领证的妻子。得知妹妹偷偷闪婚，嫁给了眼前这位权势滔天的顶级大人物，林之秋满心震惊，连忙追问妹妹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为何刻意隐瞒自己？林之夏含泪解释，一切都是为了姐姐的身体，害怕婚事风波、人情纠葛刺激到病重的姐姐，才选择暂时隐瞒。即便真相已然大白，周强依旧不死心，当众出言诋毁、抹黑林之夏，妄图败坏他的名声。沈燕慈瞬间冷脸，厉声呵斥，严禁任何人诋毁、污蔑自己的妻子，同时立刻下令彻查校园造谣事件，揪出恶意拍摄、传播照片、抹黑林之夏的始作俑者。工作人员迅速调取校园监控，清晰的画面直接证实，所有恶意照片、造谣内容全部都是周强拍摄并散播。铁证如山，周强依旧不知悔改，颠倒黑白，反倒厚颜无耻污蔑是林之夏主动勾引自己。如今的下场皆是他自作自受。亲眼看清周强龌龊卑劣的本性，看清他恶意造谣、肆意伤害亲妹妹的丑恶嘴脸，林之秋彻底心灰意冷，对这段婚姻、对周强彻底绝望。沈燕慈不再纵容姑息，当即下令让人将作恶多端的周强强行带走，依法处置。风波彻底落幕，林之秋满心心疼地紧紧抱住妹妹，终于知晓她多年来独自承受的骚扰、委屈与煎熬。巨大的情绪起伏让本就病重体虚的林之秋身体彻底不堪重负，当场昏迷倒地。众人慌忙将林之秋送往医院急救。医生检查后告知家属，患者只是情绪剧烈波动引发的短暂昏迷，目前生命体征稳定，暂无生命危险。得知姐姐平安无事，林之夏悬着的心终于彻底落地，心底满是愧疚与自责。此时的沈燕慈温柔安抚慌乱自责的林之夏，并郑重告知他，自己已经联系了全国顶尖的心血管专家团队，次日便专程归国，为林之秋量身定制诊疗方案，全力根治他的病根，守护他的身体健康。看着始终默默为自己撑腰、为家人奔波兜底的沈燕慈，林之夏心底满是动容与暖意。他暗自期许，这份长久的偏爱、守护与温柔，并非一时的责任与怜悯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相待。历经无数委屈、风波与磨难，林之夏终于彻底摆脱了周强的纠缠，挣脱了世人的恶意造谣与偏见，走出了压抑黑暗的过往，真切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温暖庇护与安稳归宿。